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03年10月11號星期六，Tim 成個早晨都冇辦法聯絡到女朋友 Karen。Tim 非常擔心，所以就揸車嚟到咗 Karen 位於佛州 Tampa 市嘅屋企度睇下到底發生咗乜嘢事。到咗目的地之後， Tim 就有咗不祥嘅預感。Karen 架車仲泊咗喺車道上，但係大門就虛掩住冇上鎖。Tim 推開大門，就發現 Karen 成身都係血咁瞓咗喺廚房嘅地板度。於是 Tim 馬上報警。Karen 嘅身上總共有16處刀傷，雙手亦都有多處防禦性嘅傷痕。現場冇遺失任何嘅貴重物品，廚房嘅櫃台度仲放住一盒食用過嘅披薩。披薩嘅收據顯示 Karen 喺夜晚8點半叫咗披薩，所以 Karen 應該係喺8點半之後遇害嘅。除此之外，埲牆度仲有一個血字 Rock， 而 Karen 嘅右手食指亦都沾有血跡。睇起嚟好似係 Karen 特登留低啲線索俾警方。39歲嘅 Karen 之前做過模特兒，而家係機場嘅客服人員。佢為人友善，經常都將笑容掛喺面上。Karen 同屋企人嘅關係好親密，作為屋企嘅細女，屋企人都非常痛錫佢。佢最近先至因為被診斷出患上咗多發性硬化症而情緒低落。而家又俾人以咁殘忍嘅方式殺害，佢嘅屋企人都難以接受呢個噩耗。作為 Karen 嘅男朋友兼第一個發現命案嘅人， Tim 成為咗第一個被警方問話嘅對象。Tim 係一位汽車銷售員，佢同 Karen 係喺3個月之前認識㗎。Karen 係佢嘅客戶，之後佢哋就開始拍拖啦。Tim 表示，雖然佢哋認識嘅時間唔長，但係雙方都將對方視為終身伴侶。警方問咗 Tim 星期5晚嘅行蹤。Tim 表示佢喺夜晚7點又嚟過 Karen 嘅屋企，不過佢只係逗留咗30分鐘就離開咗。之後佢去咗朋友 George 嘅屋企度打機，直到第2日早晨先至離開。George 之後亦都證實咗 Tim 嘅不在場證據，所以 Tim 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之後，警方將調查方向鎖定喺埲牆嘅血字度。經過調查之後，警方得知 Rock 其實係 Karen 前男友嘅名。雖然佢哋已經分咗手，但係佢哋仲有保持聯絡。Rock 喺保險公司度返工，有吸毒嘅前科。有一次，佢同 Karen 因為嗌交而發生咗肢體衝突，之後仲被 Karen 控訴佢家暴。於是，警方即刻揾嚟 Rock 問話。Rock 目前同女朋友同埋佢個仔一齊居住喺距離 Tampa 市1個鐘頭車程以外嘅地方。警方問咗 Rock 星期5晚嘅行蹤，佢表示佢喺夜晚6點就返到咗屋企。當晚佢哋仲喺屋企度舉辦咗一場留宿 party， 所有參與者都可以為佢做證，所以 Rock 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呢個時候 Karen 嘅驗屍報告出爐。Karen 嘅頸部、胸部、背部同埋雙手都有刀傷，其中一刀拮入咗 Karen 嘅第8節胸椎，造成佢局部癱瘓。佢嘅大動脈亦都被刺穿，正喺度快速咁失血，所以法醫認為 Karen 當時根本就冇可能反覆咁用手指沾血喺埲牆度寫字。除此之外，法醫亦都喺 Karen 嘅指甲度發現咗一啲皮屑。但係 DNA 分析就冇得到有用嘅信息。與此同時，血戰分析專家亦都證實，埲牆上嘅血字係喺 Karen 死亡之後先至寫上去嘅。當 Karen 遇害嘅時候，一部分嘅血跡飛濺到埲牆度。如果血字係喺呢個時候寫上去嘅，咁血字將會同之前飛濺到埲牆上嘅血跡混合。但係而家嘅血字係覆蓋喺已經乾咗嘅血跡上，講明血字係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先至被寫上去㗎。最重要嘅一點係 Karen 係一個左膠，
而 Karen 只係右手食指有沾血，左手並冇沾血，所以寫血字嘅人唔係 Karen， 而係兇手。警方認為兇手應該係非常熟悉 Karen 嘅人，佢清楚知道 Karen 前男友嘅名，仲嘗試嫁禍俾佢，但係呢個人究竟係邊個呢？於是警方開始調查 Karen 身邊嘅人，佢哋喺 Karen 嘅手機度發現咗一啲曖昧嘅訊息，對方係一位已婚嘅飛機師，另一位嫌疑人就係 Karen 嘅前夫 Jeff 同 Karen 有過5年嘅婚姻，佢哋最近仲因為贍養費嘅事而鬧得好唔愉快。經過查證之後，佢哋案發當晚都唔喺佛州，所以佢哋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嫌疑人一個一個咁被排除，案件似乎又返到咗原點。呢個時候 Karen 嘅朋友聯絡咗警方，並同佢哋講咗一個重要嘅線索。Karen 喺案發前幾日曾經同朋友講過，佢知道咗 Tim 不為人知嘅過去。有一日 Karen 同 Tim 喺屋企度睇電視，當佢哋喺度談論緊節目內容嘅時候， Tim 突然拎出電腦打開咗佛州懲教處嘅網頁，畫面上出現咗 Tim 嘅大頭相。Tim 同 Karen 坦白自己喺1年前啱啱被假釋出獄，目前仲處於緩刑嘅期間。Tim 有厚厚嘅案底，佢總共犯下咗16單重罪。1989年 Tim 開始咗載送妓女嘅生意，每日都可以賺到唔錯嘅收入。1990年 Tim 嘅生意頻頻被競爭對手搶走，佢感到好憤怒，仲嘗試開槍將對方殺死。最終 Tim 因為企圖謀殺而被判入獄20年，並喺舊年獲得假釋。Karen 知道咗真相之後，果斷咁同 Tim 分手。唔甘心嘅 Tim 當時仲用手捏住 Karen 條頸，直到 Karen 威脅佢話要報警，佢先至願意放手。分手之後 Karen 開始同其他男人約會，而妒忌心重嘅 Tim 就經常出現喺 Karen 嘅屋企附近，窺探 Karen 嘅一舉一動。Karen 喺遇害之前曾經嗌咗披薩外賣，案發現場嘅披薩少咗3片，而 Karen 嘅胃部並冇發現披薩嘅殘渣，所以嗰3片披薩應該係被兇手食咗，亦即係話兇手有可能喺披薩盒度留低咗指紋。不過披薩盒從披薩店送到 Karen 嘅屋企之前，曾經有無數個人都掂過個盒，所採集到嘅指紋亦都可能唔完整。不過警方並冇放棄，佢哋揾嚟咗指紋鑑證專家幫手，終於喺一堆指紋度發現咗 Tim 嘅指紋。警方詢問咗當晚嘅送餐員，佢表示佢喺當晚8點48分就到咗 Karen 嘅屋企。佢哋傾咗幾句，佢仲見到 Tim 喺後邊面窿窿咁望住佢。除此之外，警方亦都向電信公司拎到咗電話記錄。案發當晚9點半 Tim 曾經打咗個電話俾 George， 亦即係當晚同佢一齊打機嘅朋友。當時佢嘅手機信號係喺 Karen 屋企附近嘅信號塔所發出嘅，證明 Tim 當時正喺 Karen 嘅屋企範圍。呢一系列嘅證據都同 Tim 之前話俾警方知佢喺夜晚7點半就離開嘅證詞有明顯嘅出入。於是警方又再次揾嚟咗 Tim 問話。Tim 否認佢殺咗 Karen， 並重複咗佢之前話俾警方知嘅故事。佢當時喺 Josh 嘅屋企度打機，佢冇帶錶嘅習慣，所以記錯咗時間亦都唔出奇。之後佢哋扣留咗 Tim， 並採集咗佢嘅 DNA 樣本。但係就算 Tim 真係食咗披薩，記錯咗時間，亦都唔可以代表佢就係兇手。警方需要更加有力嘅證據，於是佢哋再次檢視咗現有嘅證據。Karen 指甲入邊嘅皮屑可能係呢單案嘅突破口。鑑證人員今次用咗較為複雜嘅方法進行驗證，終於揾到咗皮屑嘅主人，亦即係 Tim。與此同時，警方亦都揾嚟咗 George 問話。呢一次 George 同警方講，Tim 喺案發當晚曾經向佢承認佢殺死咗 Karen。
George 了解 Tim 嘅過去，佢擔心 Tim 會對佢不利，所以先至會應承幫佢做時間證人。警方推斷，案發當晚 Tim 因為唔甘心俾人飛，而嚟到咗 Karen 嘅屋企，嘗試挽回呢段感情。喺過程中，佢哋嗌咗 pizza， 之後佢哋應該係發生咗激烈嘅拗撬。Tim 拎起咗廚房嘅刀，不斷咁拮 Karen， 無力反抗嘅 Karen 只能夠不斷咁用指甲拗 Tim， 做最後嘅掙扎，直到佢停止咗呼吸。殺人之後嘅 Tim 嘗試令自己冷靜落嚟，佢一邊食住 pizza， 一邊諗辦法甩身。最後佢決定將命案嫁禍俾 Karen 嘅前男友 Rock， 所以佢喺埲牆度寫低咗 Rock 呢個字，並喺 Karen 嘅右手食指沾上血跡，但係佢唔記得咗 Karen 係左優。之後佢打電話俾 George， 叫 George 做佢嘅時間證人。第二日早晨，佢若無其事咁返到咗 Karen 嘅屋企，打電話報警，並開始咗佢嘅表演。2007年10月，本案正式開審。Tim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控方傳召咗 George 出庭作證，證實 Tim 當晚確實向佢坦誠自己殺咗人。辯方對 George 嘅證詞提出咗質疑，並將佢形容為一個大話精。控方指出 Tim 嘅證詞明顯同事實不符，電話信號記錄就係最好嘅證明。辯方辯稱電訊公司有可能俾出咗錯誤嘅數據，而 Tim 自己記錯咗時間，亦都唔可以代表佢有罪。雖然控方所有呈堂嘅化驗報告已經足夠證明 Tim 就係兇手，但係辯方都係以警方冇揾到兇器，亦都冇喺 Tim 嘅衣物上發現血跡為理由，幫 Tim 做最後嘅掙扎。經過4個鐘頭嘅討論之後，陪審團有咗裁決，最終 Tim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